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现在在脚板山，今天来脚板山赏梅，不过不知道梅花开了没。就算没开也没有关系，脚板山有一阵子没来了，今天就来脚板山徒步旅行。第一站就要造访脚板山神社。前面那里是复兴区图书馆，这附近就是日本时代的脚板山神社。神社早已消失，仅存一点点遗迹。神社的遗迹在图书馆的后面，就在阶梯的下方。中正路，这是神社石灯笼的遗构。字迹都模糊不清的。奉纳。脚板山馆内高沙族一同。奉纳脚板山馆内警察职员一同。这石阶并非原神社参道，但石材可能是来自神社旧物。对面的巷道通往脚板山行馆。右前方是脚板山樟脑收纳所，目前正在整修中，今天无缘参观了。脚板山樟脑文化特展，我以前参观过，不过现在可能也已经撤展了。脚板山樟脑文化特展。已经撤展了，不过没有关系。脚板山风光明媚，就算是展览都看不到，光在这里散散步就已经很棒了。这里有无障碍步道，通往环湖步道。前面那里是脚板山生态池。周一上午9点半。脚板山行馆生态池竟然没有任何游客，被我们夫妻2个人包场了。脚板山行馆，今天有开放，那我就不讲话了。脚板山行馆是蒋介石总统在台湾的行馆之一。民国39年至48年间，他经常来脚板山行馆度假。民国43年，政府将脚板乡改名为复兴乡。往战备隧道，蒋介石总统的行馆都会设有战备隧道，万一遇到突袭的时候，可以经由战备隧道避难。每周2隧道清洁暂停开放。今天是周一，前面那里就是战备隧道的入口，出口在另外一侧。6点自动熄灯。这是厚重的钢门，所谓的铜墙铁壁，可以抵挡枪炮攻击。
战备隧道现在里面多了很多墙壁的残废。这里是另外一端的出口，这边走出去就是脚板山行馆的园区入口。我们回程来走原路，再逛一次战备隧道。这2个星期就是脚板山的梅花季。思亲亭。哦，现在游客出现了。前面这里有几棵老樟树。19世纪中叶起，樟脑是制造赛璐珞的基本原料。这是人类发明的第一种人工合成塑料，广泛用来制造软片、饰品、玩具、文具、汽车、火车、飞机及安全玻璃。当时台湾的樟脑产量占全世界70%，是世界第一的产品。清代负责开山理班的福垦总局就设置于大科坎。我们现在继续走往脚板山公园、复兴青年活动中心。现在这里有新建的友善步道，是无障碍步道。这一条高架的无障碍步道通往上台地停车场，所以轮椅娃娃车就可以很轻松的造访脚板山行馆。上台地停车场，脚板山公园。对面那座山是枕头山，溪口台地。这里往新溪口吊桥，今天就不过去了。救国团复兴青年活动中心，活动中心前面有2棵老榕树。民国39年10月25日种植。2、3、4楼是住宿区，游客止步。1楼有咖啡厅、小礼堂、比亚山景观咖啡座。听说这边咖啡厅的 view 非常好。复兴青年活动中心原为日本时代的脚板山贵宾馆，是当时许多日本皇族来到脚板山观光的时候必住的一个地点。战后一度成为蒋介石总统的行馆，后来成为救国团复兴青年活动中心。民国81年因为发生火灾，所以后来改建成为现在的建筑样式。旁边的这栋熏风阁是建于日本时代的脚板山贵宾馆的时代。熏风阁的这里有简介：贵宾馆，1923年，日本皇太子裕仁莅临太子楼。其实这是错误的传闻，当年裕仁根本没有造访脚板山。不过确实是有很多日本皇族曾经住宿于脚板山贵宾馆。这里有一棵老樟树，前面就是复兴青年活动中心的接待大厅。这是太阳帽造型活动场，旁边是左九间总督追怀碑基座遗址，以前是隐藏版的历史遗迹，现在已经有正式的导览解说了。左九间总督追怀纪念碑。现在只剩下基座而已。原址上面盖了一座复兴亭。
中华民国43年，复兴亭，蒋中正题。泰雅帽。每一次出游逛古迹，逛一逛，不知不觉夫妻就会失散了。前面是林务局日式宿舍，这是历史建筑。新竹林区管理处大溪工作站复兴分站招待所，最早是1932年设立的台湾总督府移宁所、新竹出张所、脚板山解所，作为招待所之用。这条街道是忠孝路，我老婆在前面。这里有3只猫咪。脚板山时光隧道。这边的街道有脚板山的历史简介。脚板山在日本时代曾入选台湾8景12胜之一。枕头山之役，明治39年。左久间总督就任总督之后，采取武力镇压的方式，迫使台湾原住民归顺。当时派出1200名武装军警，在枕头山与泰雅族人激战。明治42年，日本政府在脚板山设立番童教育所。脚板山神社完成于1935年，昭和10年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脚板山神社的老照片。现在就只剩下2座石灯笼的常驻，在复兴图书馆后方的石阶旁。这是脚板山贵宾馆，这一栋就是熏风阁。那这里是现在的复兴青年活动中心，后来因为火灾而改建。脚板山福兴宫。是脚板山汉人的信仰中心。这次介寿国小前身是日本时代的脚板山番童教育所。福兴宫主事开张圣王。我们车就停在福兴宫旁边的停车场。那我们今天的脚板山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